哎，延边。那我你呢？强烈的剧痛让女人贩再也不敢嘴硬，说最狠的话，挨最毒的打。面对死亡的威胁，女贩子终究扛不住，交代了窝点。得到需要的消息后，小帅拔出匕首，对着女人贩大腿又是一刀，直接割断她的大动脉。因为像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。等警方赶到现场，人贩子大腿被扎成了马蜂窝，地上鲜血一片，眼睁睁看着血液流干。这恐怕是人贩子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小事。与此同时，小帅也找到人贩子的窝点。他刚走进大楼，迎面一把斧子便飞了过来。小帅轻松躲过后，两个手持利斧的小卡拉姆同时朝他杀了过来。小帅还没热完身，就将他们打趴的，夺过一人手上的斧头，手起刀落砍断对方脖子。很快他便杀穿整个旅馆。他故意放走3个人贩子，向他们询问被关。不过小帅可没有什么耐心，只要敢说一句废话就会被当场送走。最后一人被吓得连忙磕头求饶。他虽然不知道女孩被送去哪里，但是他知道谁知道。可刚准备说出一个雷鬼发型知道时，一个人便从空中摔落下来，而那人正是雷鬼发型男人，一枪将身后人贩子爆头，送他们下地狱忏悔。这时屋内走出一个手拿匕首的黄毛，看到对方所拿的匕首，小帅一眼便判断出对方曾在俄特种部队服役。黄毛自视甚高，直接将地址告诉了小帅，声称只要干掉他，小帅就能找到那些女孩。可小帅救人心切，根本没工夫和黄毛缠斗，他直接跑回旅店。等到黄毛追上来时，小帅已经利用器械做好了跳楼装置。接着在和黄毛搏斗过程中，他悄无声息地将绳子绑在对方身上，趁着黄毛被自己打倒的时机，小帅直接破窗跳了出去。等小帅刚跳下来，之前的警察竟出现在身后，他举枪来到小帅面前，想要抓他回警局。然而小帅急着救人，哪有时间跟他废话，趁警察摸手铐时迅速下了他的枪，然后压着他一起赶去了运送女孩的码头。此时人贩子正在向集装箱里运送刚拐来的未成年女孩，完全不知自己将大祸临头。当看到运送女孩的那辆车，他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，直直地将汽车撞翻，将人贩子的狗头一一打爆。可小帅刚将女孩救了出来，不想下一秒人贩子就开车撞了过来，他要弄死小帅给妹妹报仇。结果非但没有撞到小帅，反而是给自己撞得头破血流。小帅逼问他是谁点名要找女孩，可人贩子主打一个嘴硬，不仅不说，还比划友好手势。那小帅只能送他去西天了。接着小帅拿走了男人的手机，拨打上面唯一的联系电话。下一秒警察的手机响了，小帅这才知道男人竟是黑警，给人贩子充当保护伞，才使得他们如此肆无忌惮。这时四周警笛声响起，小帅拿着黑警的受贿证据，逼迫他帮自己将事情处理干净。为了头顶的官帽，黑警只好妥协。于是小帅从杀人者变成了受害者，旅店杀死的那些人被他们扔进焚烧炉，彻底的毁尸灭迹。小帅对黑警的办事效率十分满意，于是打算用钱将其收买。两人谈好价钱后，小帅便让黑警去调查点名要女孩的人。有钱能使磨推骨，果然黑警效率翻倍，很快便查到有用的情报。他查到那些人抓到女孩，会将她送到一个叫老普的人那里，接着便发来对方的所有信息。于是小帅只身杀到外贸公司，结果在那里得知了惊人的真相。原来女孩被他们拐过来后，都会交给一个叫猪妈妈的中介，他则是根据客户需求，将女孩打扮成他们喜欢的样子。猪妈妈手段了得，甚至生意已经发展到了国外。男人甚至狡辩说这是文化交流、国际贸易。小帅冷笑看着男人狡辩，然后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枪。怪不得有人一直在引导又太神秘，原来是因为禽兽有这样的需求。小帅决定给这些人一个教训，于是扛着自己的宝贝，找到了下订单的人。此人正是国家首席执法官，他白天人模人样的执法，到了晚上则是在豪华别墅内执勤，过得简直不要太滋润。但他丝毫不知道，埋伏在外的小帅已经悄无声息地大开杀戒了。干掉门外的保镖后，他就堂而皇之地杀了进去。黄毛很快察觉异常，等他赶到时，保镖已经所剩无几。可这点场面还不能动摇黄毛。就在小帅杀得正起劲时，被收买的黑警却突然叛变，拿枪指向了小帅。黑警虽然爱钱，但是当他得知小帅要干掉的人是大法官后，他瞬间清醒，只要处理掉小帅，他就不再有把柄，甚至大法官还会给他更多权利。
本以为小帅就此束手就擒，可谁知等小帅走到门口时，却突然压门，直接将黑警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听到声音的保镖立马涌了出来，但是这些小虾米在小帅看来就是纯纯送菜，来的越多杀得越过瘾。将所有人解决后，小帅掏出黑警的枪，毫不犹豫地将其干掉，然后顺手又送其他人上路。而这些人都只是热身，此时真正的对手黄毛已经杀了过来。两人都是特种兵，一招一式都透着狠厉，子弹都快被打光了，却还是没分出胜负。两人你来我往，互相卸掉对方的枪后，两人就改用匕首作战。小帅虽然没有武器，但好在躲避功夫一流，甚至还能抽空下了对方的刀，给对方来上几个酒瓶。果然几个酒瓶下去，黄毛瞬间脑供血不足，朝地上倒去。但是在倒地瞬间，他趁机捡起地上的刀，正打算大杀四方之时，却被小帅几枪结束了生命。此时刚洗完澡的法官丝毫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，等看到等在屋里的小帅，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完蛋。但毕竟是见过风浪的人，他并不慌张，将一切推到了猪妈妈身上，并表示是猪妈妈主动找他，也是他不断的为上流社会提供女孩的。上次他们抓到他时，也是他主动将女孩送上自己的床，甚至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，他才是禽兽不如呢。甚至他还想利诱小帅，将一切全部算在黑警和猪妈妈身上。听到这些话，小帅忍不住笑了。这样的解决方法才是最有效的。随后小帅就根据线索赶去猪妈妈的所在地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这个黑心的女中介猪妈妈竟然就是老婆小美的闺蜜。她借口来这里旅游，然后故意将美貌的女儿留给小帅独自照顾，其中的目的不言而喻。可如今小帅已经找到了他们。 와이프한테 접근한 이유가 뭘까? 남편한테 건물이 여러 채 있다고 들었어. 그래서 네 딸을 이용한 거야. 돈 때문에. 솔직히 사내 새끼들 중에 연기 안 좋아하는 놈 있어? 女人本以为女儿早就拿下小帅，并发生关系保留了证据，所以才再次将他送给了法官。等车子开到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小帅让对方停车。这时女人才意识到自己被女儿骗了，她根本没有投怀送抱。 죽어도 되는 년이야! 세상에 죽어도 되는 아이는 없어. 小帅干掉女人后潇洒离去，随后他跟老婆一起收养了女孩。像女孩一样幸运的人寥寥无几，年轻和美貌既是女孩们的优势，也可能是猝不及防的深渊。